信莹。今天这支影片开始之前呢，我想要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你幸福吗？幸福？什么是幸福？我幸福吗？幸不幸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很多人呢，如果突然之间被问到这个问题呢，一定会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或许呢就很难有时间坐下来好好思考自己的人生追求，或者是静下心来去理解一下自己的感受。所以这种问题呢，确实是很难回答，尤其是幸不幸福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吗？马来西亚统计局其实在今年的7月份呢，就发布了一份马来西亚人幸福指数的报告，结果显示马来西亚人普遍是幸福的，而全国之中呢，又以哪里的人最为幸福呢？答案是纳米。有没有一种红托尼的感觉呢？今天荧光笔呢就要带你简单的来理解马来西亚第一次进行相关统计的2021年马来西亚幸福指数报告。首先，这份报告呢就将国人的幸福指数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0到2分的很不幸福，2到4分的不幸福，4到6分的一般幸福，还有6到8分的幸福，以及8到10分的很幸福。那统计就显示呢，我们全国平均的分数呢是在6.48分的不？那我们马来西亚呢有11个州属和3个联邦直辖区的分数呢都是超过了5分，也就是一般幸福以上的水平。而当中呢得分最高的就是纳米了，分数高达9.29分，哇，已经是趋近于满分了。这里有没有纳米人呢？你们为什么感到这样幸福啊？多多在下方跟我们交流交流。那么在纳米之后呢，排在第2的就是吉隆坡了，分数是7.77分，还有第3名的布城7.28分。话说我自己人呢就住在吉隆坡，那我也没有想到，吉隆坡可以排在7.77分哎，毕竟塞车也很严重，生活压力也很高。但是这个报告出来之后，让我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那我们看了这前3甲的州属之后呢，超过7分的城市还有哪里呢？有登嘉楼7.2分，还有吉兰丹的7.02分。那么另外呢，6分以上的这一个州属呢，则有玻璃市6.96分，彭亨6.75分，柔佛和沙拉越是6.69分，森美兰得到6.68分，槟城有6.65分，吉打有6.59分，Perak 呢就是6.35分，还有沙巴的6.28分。那全国呢只有2个州属的分数是低于5分的，猜猜是哪2个州属呢？3、2、1，那当然就是刚才没有提到的马六甲和雪兰莪。马六甲的分数呢是5.85分，而雪兰莪呢是5.74分。马六甲人和雪兰莪人真的有这么不开心吗？也是留言告诉我们。所以呢，看了这个整个报告之后，你就会发现，全国感受到最不幸福的州属是色拉诺。看到这样的数据，住在全国各地的大家，到底是认同还是没有办法苟同呢？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啊。那有些人的幸福的感觉是来自心灵上的富足，也有一些人的快乐泉源是高质量的生活。到底这一个评分标准是哪里来的呢？统计局的总监莫哈默乌兹尔呢就解释说，当局是从13个组别的73项指标，从生理啦、社交啦、情感啦，还有精神方面去衡量大马人的这个幸福程度的。那这13个组别是什么呢？分别就是家庭、住房、环境、社会参与、健康、通讯设施、教育、工作环境、收入、公共安全、时间使用、宗教信仰、文化，还有这个情感体验。而在这13个组别当中呢，构成国人幸福指数的幸福成分最高的因素，有的就是家庭了，有7.23分。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家庭因素呢是促成一个人感受到幸不幸福的最主要原因了。那接下来呢，依序就是宗教信仰7.21分，还有健康6.75分。那至于在其他组别的分数呢，那大家就可以看看我们画面上的资料哦。其他组别分别是时间使用6.72分，社会参与6.46分，住房和环境6.39分，工作环境6.31分，教育6.30分，公共安全6.28分，文化6.20分，
情感体验6.15分，通讯设施6.14分，还有收入6.14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一份统计报告进行的时候呢，当时候我国还是处于疫情阴霾下的2021年的。那么如果没有疫情的情形的话，那大家会不会觉得更幸福呢？那在这一份报告当中呢，统计局除了是以各州属和联邦直辖区作为区分之外呢，还分析了男女啦、婚姻状态啦，还有城乡居民等等不同的身份状态下的幸福感受。根据这个统计呢，测来测去，算来算去，分析去之后呢，发现土著是更幸福的。在以种族为类别的统计分析里面呢，就显示我国3大民族呢都是处于6.28分至6.50分之间的幸福水平，而当中呢又以土著的6.50分最为幸福。那主要构成幸福的成分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因素高达7.33分，而我们华人呢则是以0.01分之差排名第2。至于我们的印裔同胞呢，则是得分6.39分。对于华裔和印裔同胞来说，构成幸福指数的最高分数的项目就是来自家庭。那么另外呢，报告也指出住在甘蹦的民众呢，是比起住在城市的民众呢还要更幸福的，分别是6.54分和6.46分。那么在13项指标当中呢，住在乡区民众的10项得分呢都是更高的，而其中3项比较低分的项目呢，则是家庭、文化和通讯设施。那么当中的通讯设施的幸福指数项目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城市跟乡区的差异呢是十分的显著的。对比跟城市居民在这方面的幸福感有6.28分呢，乡村居民只有5.59分。根据受教育程度的这一个环节来说呢，幸福指数得分最高的是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6.58分，那接着呢就是小学教育6.53分，中学教育程度呢是6.41分，还有非正规教育的人士呢是6.31分。那这个研究发现其实无论处于哪一个阶段的受教育阶段呢，基本上都是处于幸福水平之上的。在教育和收入指标方面，学历越高的群体，幸福的指数就会越高了。那其中呢，有一些指标的分数呢是非常吊诡的，像是在社会参与这一块，拥有学士以及以上高学历群体的分数，反而在这部分是最低的，只有6.30分，相较于分数较高的小学教育水平6.73分，相差了整整的0.43分。为什么学历越高的群体对于社会参与却相对的冷漠呢？你觉得是为什么呢？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55岁至59岁年龄层的人是最幸福的，他们的幸福得分呢是6.51分。研究发现呢，不同年龄层的幸福指数是有些微的差异的。那至于得分最低的呢，则是20岁到24岁的年轻人，得分是6.43分。也就是说，我们中年以上的群体呢，是比起年轻人更幸福的。那我们来参照各项的指标之后呢，就发现20岁到24岁年龄层的人呢，在社会参与啦、住房啦、通讯设施、工作环境、收入、宗教信仰和文化指标中的分数都是偏低的。这样子的数据是否隐约透露了我们青年时代的某些焦虑呢？会不会是房产的售价越来越高，拥有房子的门槛也越来越高？那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反向思考的是，不同的年龄层幸福指数偏低的项目，其实也透露了每一个时代不同的焦虑。如果是20岁到24岁的朋友看到这里，也不妨留言让我们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觉得那么的不幸福？而不幸福感又是来自哪里呢？结论4，女性更为幸福，有6.49分，比男生高了0.03分。那女生呢，在这个9项的指标当中的分数呢，基本上都是比男性高的，分别是家庭、社会参与、健康、通讯设施、教育、收入、时间使用、宗教信仰和文化。那换言之呢，在这么多的指标当中，男性只有3项的分数呢是高于女性，那就是工作环境、公共安全和情感体验。结论5，结不结婚都一样幸福。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父母亲戚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呢催婚的经验呢？那你现在呢可能可以打出这一份报告。调查统计显示呢，无论你是单身的、结婚的、离婚人士，在这一个区块的分数分别是6.47分和6.48分。那只有呢丧偶的群体幸福的分数是比较低的，也就是6.40分。那对于已婚的群体来说，他
他们在家庭工作环境的幸福得分是偏高。那至于单身的人士呢，则是在时间分配和情感体验的分数是比较高的。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呢，因为这是第一次我国进行幸福指数报告，所以没有办法透过每一年的国人幸福指数趋势来对比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做出进一步的对比分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参考一下联合国发表的2022年度全球幸福报告。那今年呢，已经是联合国发布全球幸福报告第10个年头。这份报告呢，涵盖了146个国家。马来西亚呢，从2021年的81位上升到今年的70位。对比于其他的亚洲国家，台湾呢是排名25，新加坡排名27，日本排名54，韩国排名59，泰国呢是排名61。那经历过反送中运动的东方之珠香港又怎样呢？他们的幸福指数排名就从原本的77位进一步下降到81位。那至于芬兰呢，已经是第5个年头蝉联冠军，成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那至于垫底的国家呢，则是饱受战火摧残的阿富汗。我不知道刚刚呢所念出的那么多的数据啊、项目啊，尤其是数字呢，有没有让你听到头有点晕晕的呢？其实我们想要在这里稍稍的提醒大家啦，当我们听到这一些研究报告的时候呢，尤其是那一种量化型的研究报告结果时，不应该完全盲目的觉得，既然研究都这样说了，事实呢就一定是这样，反而应该要提出疑问，到底这一份研究报告是怎样完成的嘞？基数有多少？是花了多长的时间去进行的？他们设定了哪一些变项？计算的方法是什么？借此来衡量这一份报告的可信度和代表性有多高。像我们这一次呢，总共有42000多名受访者呢是参与了这一次2021年马来西亚幸福指数报告的。那么对于2020年统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我国共有2980万人口。那么这样子来说呢，采样的人数呢，其实也不到0.14%。那全国人口人数方面呢，应该还要进一步减去研究范围之外，也就是15岁以下的婴孩、儿童还有青年。那至于在指标方面呢，对比于马来西亚统计局设定的13项指标，联合国的全球幸福报告的评估项目相对简单多了，只有国内生产总值、寿命预期、社会支持、社会自由、经济和贪污水平6项指标。那对比于马来西亚的统计结果，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社会支持和贪污指数的2个项目当中，幸福评分是最低的。不知道你会觉得这个报告的准确度有多少呢？还是你其实一半已经是开始晕了？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最后的最后要问你啦，你自己又觉得自己的幸福指数有多少分呢？10分为满分，请给分。我是莹莹，我们荧光笔呢每周2晚上的9点钟会上新影片，那你也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我们。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帮我们分享出去，我们算是马来西亚非常少数呢很努力的在制作这些知识型内容的这个频道。那喜欢的话可以 subscribe 一下，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